现在自媒体非常的流行，很多人都想要当网红 YouTuber， 不但工作自由，又能够业配赚大钱啊！如果你也这样想，可能就要小心了，因为你可能是底层网红骗局的潜在受害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底层网红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现在打开社群媒体，总是能够看到光鲜亮丽的 KOL 穿戴着厂商赞助的商品，时不时开团购、业配、卖课程。很多人看久了，难免会想说：我是不是也可以试着来当网红？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上班之余也会经营 IG 啊、YouTube、抖音，除了分享生活，也想要试试水温，看看能不能够获得厂商的青睐。那如果赚得够多，就能够直接转行当网红，实现财富自由。不过有一位英国记者，他出版的一本书《底层网红》，想要提醒这些怀抱着网红梦、想要靠社群发大财的人，可能正踏入一场底层网红的骗局。一开始，这些底层网红只是单纯的想要追求粉丝数量、赚业配，最后却不知不觉的深陷在诈财产业链当中，变成了不肖厂商的共犯。有的人还差点赔上性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如果你对议题讨论、分享知识很有兴趣，也正在寻找写作相关的工作，那就千万不要错过志祺七七的新职缺哦。我们希望能够邀请更多影片内容企划的加入，帮助我们制作更丰富的主题内容。在这里，你可以发挥搜集资料、整理观点的能力，把文字化为影响力，带领观众一起思考议题，让多元的讨论持续发生。不管你找的是全职工作，还是在家兼职接案，志祺七七都能够提供合作的机会。透过自由弹性的工作形态，我们希望能够让你全心的投入创作，也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如果你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写脚本，那我们也有提供稿费的适合作机制，让你实际体验企划的生活，跟总编交流你对于合作方式的期待。现在就给自己用写作实践理想机会，跟我们一起追时事、聊议题、发想新节目。现在就上我们的官网应征吧。怎样的人才是底层网红？作者没有明确的写出定义，但根据书中的案例来看，我们认为他所谓的底层网红，大部分出生呢在普通或者是中下阶层的家庭，渴望想要做出一番事业，但又没有什么样的背景资源可用，也大都缺乏专业能力。所以这些人，他们就把翻身的希望寄托在社群网络当中。这群底层网红，他们的追踪数呢，可能只有几万、几千，甚至几百。为了要得到更多的粉丝追踪，被厂商看见，他们只好不择手段。花钱买粉丝、买互动都是基本的，有的还会捏造虚假人设，帮厂商做不实广告，甚至还有人靠着唬烂变成金融专家、情感大师，然后再卖课程给粉丝。那所谓的虚假人设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来看看艾嘉的例子。作者采访到一位19岁的 IG 网红艾嘉，他说自己会成为网红，是有天他发现自己拍照呢收到越来越多的爱心。仔细研究一下，原来是因为 IG 常常会推荐漂亮的女生自拍照上热门，她的照片才会被广为转发。最高纪录一张照片就有超过147000次的浏览量。他想要趁机赚一波，就把个人账号转为专业账号，每次发文呢就都会 tag 一大堆商家，营造出很多人跟他合作的假象。没多久，快时尚品牌、营养品啊、租车公司也真的开始注意到他，接连的上门合作。就这样子，鱼帮水，水帮鱼，他的粉丝数上涨到了25万，顺利的把业配跟产品佣金变成了主要收入。艾嘉靠着他焦黄色的肌肤、前凸后翘的沙漏型身材，以及一头黑人招牌玉米辫，成为了新生代的女黑人网红。但有个问题是，艾嘉其实是出生在波兰的白人。有天，艾嘉的手机涌入一堆讯息每个人都在骂他消费黑人、种族歧视。原来呢，当时有网友整理出了一份名单跟肤色对比图，上面呢全都是有知名度的年轻白人女性，里面也包含了艾嘉。他们靠着深色的美妆修容、绑黑人辫，甚至去整形啊、去丰唇、丰臀，变成了假黑人，来博取特定的品牌青睐。许多粉丝都觉得被骗。那除了扮成符合大众审美的辣妹网红之外呢，还有一些底层网红骗的不是流量，而是钱。这些人他们会开豪车，在豪宅拍影片，利用大众好奇有钱人生活的流量密码，假装自己是靠着投资操盘变身富豪，再跟粉丝推销金融产品，实际上却是投资诈骗。根据作者的观察，他们爱用的 IG 标签呢，像是 IG 富孩、交易员生活方式，都有将近150万则的贴文，数量非常庞大。不过这些网红在欺骗粉丝的同时，他们自己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甚至还有人危及了生命。
那些想要装扮成黑人的底层网红，为了拥有前凸后翘、超级细腰身材，就会去做一种叫做巴西丰臀手术，抽出这个腰间跟肚子的脂肪，注射到臀部。那这种手术呢，是所有整形手术当中致死率最高的。但这些底层网红呢，却完全没有在怕，甚至还会去一些速成诊所动手术。什么是速成诊所呢？就是指一些不肖业者，他们会把诊所设在一些管制比较松散的国家，然后再找一些来路不明技术欠佳的医生，用不实的广告跟便宜的价格吸引年轻女孩整形。那当然也没有什么术前咨询以及术后照顾。而这些速成诊所呢，为了招揽客人，会提供互惠合作给底层网红，让他们可以用更便宜甚至是免费的价格整形，事后再让这些底层网红帮诊所来宣传。而部分手术成功的底层网红就会推销说，这是一个平凡零风险的小手术，吸引粉丝，然后再从中收取佣金。而手术失败的人呢，通常也不敢张扬，一方面是他们没有什么钱，怕得罪诊所，医生就不愿意再帮他们免费补救。另外一方面，如果失去漂亮的外貌，不止粉丝可能会退追踪，还可能会变成竞争对手或是大众的笑柄。小网红雪瑞斯就是受害者之一。速成诊所的医生呢，把应该要植入到臀部的东西误植到了胸部去，而且9个小时手术期间，他发生大失血，医院却没有及时的处置，只让他躺了4天就出院。没有想到回国之后，他的乳房组织溃烂，紧急送医。现在呢，有一边乳头有开放性伤口，会一直流脓。还有其他的受害者手术完醒来才发现肋骨断掉，事后推测很可能是手术当中呼吸心跳停滞，做了心肺复苏术才会这个样子。可是诊所术后却完全没有告知，当然也没有赔偿。可是即使知道手术大问题这些底层网红还是会继续的向粉丝或是其他的姐妹推荐，一直到整形失败的照片流出，真的买不下去了，才会不得已道歉。作者认为这些底层网红是加害人，同时也是受害者，而整个网红经济的产业链当中，真正的赢家另有其人。作者指出，美国快时尚品牌 Fashion Nova 就是把这种网红业配文化发扬光大的始祖。作者说，这家服饰的商品呢，品质常常被消费者抱怨，衣服呢还大多是出自于血汗工厂的非法移民之手，但他们靠着不断的找网红业配炒作，让 Fashion Nova 变身时尚潮流的代表，整间公司的年营收高达了88亿台币。而 Fashion Nova 的成功也让越来越多的品牌商加入了这场网红经济当中，让整个业配产业链越做越大。甚至还有很多的底层网红厂商没有来业配，他们就自己买衣服穿，然后在 IG 标注新宠儿的标签，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投资，有天可以变身品牌代言人。但作者认为，其实这些底层网红早就已经沦为了 Fashion Nova 的免费业配老公，包含了刚刚提到的假扮黑人的爱家，他就是为了符合品牌形象才会冒充混血黑人博得关注。除此之外，作者还说，这场网红经济还有另外一个大赢家，那就是社群平台。他们靠着这些网红获得流量跟金钱，占据全球富豪榜，却对于随之而来的诈骗争议置身事外，实在非常的糟糕。那既然底层网红可能被当成是免费劳工，还可能会伤身出人命，那为何还是有这么多的人前仆后继的想要踏入这个产业呢？作者分析，底层网红现象的背后是有几个因素交互作用而成的。首先是经济环境的世代不正义。书中以英美为例，现在30岁的年轻人受的教育比爸妈那代更好，赚的钱却比20年前的同世代还要少。很多人都买不起房子，但整个社会却仍然鼓吹年轻人要努力成功。再加上消费主义盛行，现在各大品牌不只透过广告，还透过社群网红洗脑消费者，拥有这些酷东东，你就是呢最成功的人。所以在英美校园当中，有很多的学生明明没有什么赚钱能力，却还是会带 Gucci 这样子的奢侈品。年轻人们滑着手机，看到网红们光鲜亮丽，用这些商品展现出酷酷的自我，再想想自己的乏善可陈的生活，就会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追求成功。重点是，当网红没有什么门槛，不用人脉，也不用文凭，只要你有手机，上传照片分享生活，就人人有机会可以打开这扇名为致富的大门。在这些因素的层层推动之下呢，这些想要赚大钱的底层网红们开始为了流量美化自我，甚至为了分润佣金而扭曲现实，在社群上面一步步越拼越大。作者还警告，滑手机的我们不止很有可能会受骗上当，也可能是在帮这些骗子按赞的加害者。底层网红这本书的内容非常精彩，不只观察到了现象，也访问了多位底层网红，追查整个产业链为了赚钱是怎么样骗来骗去。那虽然这本书的作者呢是非洲裔英国人观察的对象也是我们平常比较少了解到的欧美社群，但他描述案例也让远在台湾的我们常常觉得很有既视感。那些为了流量诈骗粉丝的底层网红，似乎也存在于台湾的网络社群当中。但就如同作者提到的，这些网红虽然是加害者，却同时也是被努力成功才有出息的社会期待压迫，成为身不由己的受害者。
骗人当然不对，但没有什么钱也没有资源的他们，想要快速的成功，确实很可能会选择走这条路。所以除了谴责这些网红，我们也想要关注这个社会推崇的成功到底是什么样貌。只要没有达到主流的成功，活得不够光鲜亮丽，赚大钱，人生就真的一文不值了吗？那顺着这个讨论下来我们也会认为台湾出版社使用底层网红这个词语不够精准，这种把网红分成顶流的、底层的，就跟把人分成成功的、失败的一样，都带有阶级歧视的意涵。而这些歧视呢，可能就是他们会这么不择手段求翻身的根源之一。最后，作者认为整个产业链的幕后赢家之一是品牌方，我们也是抱持着保留态度，因为书里面比较没有看到确切的调查数据去支撑这个结论，再加上我们的经验当中也有不少的网红的个人行为反而损害到厂商的形象，好像比较难断定谁一定是赢家。那撇除这些问题这本书呢有大量而且扎实的访谈资料，只是碍于篇幅的关系，我们选了大家比较熟悉的服饰业配模式来介绍。其实书中呢还是有很多网红的赚钱奇招，比如说有人为了流量每天直播让网友骂，或是靠着标注色情账号爱用的标签，一年内呢就把人气从3000冲到25万等等。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话，很推荐大家找来阅读看看，也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心得好的，那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会认同这些为了翻身不择手段的网红吗？认同。我觉得迎合市场喜好也只是一种工作方式，实在不用道德绑架。并不认同利用大众的信任做不实行销，搞到最后人设崩塌，害人也害己。所以我觉得助长这种风气的平台演算法、快时尚公司才最该负起责任。对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底层网红。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绝世网红都在乱演，以及网红为何都在卖课程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